曾二叔撇撇嘴说道：“不过是考公上岸。”又攀上了高枝，就抛弃了小雅，让小雅被情所伤。现在3年过去了，他依旧没有开始新的恋情，就是被那个渣男害的。咱们家小雅那么优秀，以后肯定能嫁个好男人的，让那个渣男后悔去。不过那个好男人绝对不是林健，林健在我眼里还不算好男人。曾二婶对林健始终不满意，他和大嫂的关系极好，到时候要和大嫂好好说说，不要被林健的表面骗了去。林健真的挺不错的，比那个渣男好，但林健的原生家庭不行，林家与我们曾家差距有点大，门不当户不对的小雅要是嫁给林健，我们一家人都可能会被林家人吸血。林健属于优秀的凤凰男，他叹口气，咱们家要是再富有一点，还能做做梦。肖想一下战家的少爷，战家目前还有3位少爷未婚的，除了最小的那个少爷可能比小雅小，那2个少爷和小雅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哎，战家倒是好门庭，家风出了名的好，我经常听到别人提及，但咱们家与战家的差距太大了。曾家在普通人的眼里算得上是有钱人了，但和有近100年底蕴的战家一比，那只能算是普通的家庭了。那只是听说，实际上战家的少爷娶的老婆，哪一个不是大有来头，不是豪门千金？不要去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我相信小雅的正缘来了，定能嫁一个好男人的。你只要记住，以后林健来了，不管他如何讨好你，你都别把你亲侄女给卖了。曾二婶提醒着自家男人。这哪能呀，我在欣赏林健，他都是个外人，小雅可是我的亲侄女，是我们看着疼着长大的，我怎么可能卖了她？曾小雅不知道，在她上楼后，二叔二婶在讨论她和林健的事。她晚上要值夜班，上楼后吃了点东西，便回房休息。等她一觉醒来，已经是傍晚。到了饭点的时候，做饭的阿姨上楼来敲她的门，叫她下2楼吃饭。曾小雅起床简单洗刷后下楼去，在2楼的餐厅看到二婶以及她最小的堂弟。堂弟还在读高中，学校离家里不远，走读，每天都回来吃饭。大姐，吃饭了。小堂弟帮着阿姨端出。二叔二婶很忙吗？曾小雅也帮忙端菜，端好菜后又洗了洗手，然后拿了5副碗筷。现在不忙，我去叫二伯二伯娘上楼吃饭。堂弟走到楼梯口，往下叫喊：“二伯二伯娘吃饭了。”他是曾家3房的老小。知道了，马上。曾二婶在楼下应着，其他人都没有回来吃饭，就只有曾小雅几个人。做医生的都是这样，太忙，上班地点离家远的话都不回家吃饭，而是叫个外卖匆匆吃了，匆匆休息一下，又要开始繁忙的工作。曾小雅的爷爷奶奶虽说早就退了休，但由于两老的医术好，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退休后还被一所中医院返聘回去，继续在医学界发光发热。他的父母则不在管城的医院上班，而是在省会的大医院，很少回来。他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则在外省的一所大医院，同样很少回来。父母兄长都不在家，二叔和二婶就是他最亲近的家人了。三叔和三婶同样的忙，小堂弟的学业，三叔夫妻俩都没有时间管呢。还好，他们曾家的孩子都有一颗读书的脑子，个个的成绩都是极好的。小堂弟也计较选择医学，高一第2个学期分科时，小堂弟选择了物化生，为读医学做准备。很快，曾二叔夫妻俩上楼吃饭，曾小雅已经帮二叔二婶盛好了饭。他们家吃的很是清淡，因为都是学医的，在饮食方面就很注意，绝对不会重油重盐。小雅等会儿就上班吗？曾二叔边吃边问道。我今晚上夜班，吃过饭，洗个澡再去上班。换了新的环境，还好吧？能和同事们处得来吗？挺好的，就是很累，太忙了。
就算他在住院部也很忙，经常要帮病人做手术。曾二婶说道，管城中心医院是管城最好的医院了，不管是医术还是设备都是管城最好的。现在的人只要生病了都往大医院跑，所以医护人员都很忙。不过忙归忙，小雅，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的人生大事了。你爸妈挺着急的，托你二叔和我帮你留意一下，有好男人就介绍你们认识。曾小雅今年27岁了，不过很多人都被她外表的清纯骗了，以为她才23、24岁。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家里长辈会着急她的人生大事是正常的。特别是曾小雅3年前被初恋男人所伤之后，说过男人都不可靠的话，以后不嫁人了，就自己一个人过，潇潇洒洒的，又不用伺候公婆，不用处理婆媳矛盾，不用生娃养娃，多爽呀。当时她处于失恋之中，说那样的话，家里人只当她是发泄情伤才说的。可是现在她都27岁了，还没有开始第2段恋情，家里长辈就怕她真的打算一个人，不就着急。她父母兄长都不在身边，大家忙得平时连通电话都少，父母只能托她二叔二婶帮她留意一下，有没有好的男人介绍给她认识。林健喜欢你，你一点都不考虑林健吗？曾二叔接过老婆的话，然后他被老婆瞪了2眼，他赶紧低头扒饭。曾小雅说道，我对学长没有男女之情，一直都没有，我只把他当成哥哥来看待。况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不适合我，怎么说都是认识了好几年的。林健的家庭情况，曾小雅多少都知道。曾二婶说道，是不适合你，你别管你二叔，他就是个大老粗，看待问题跟我们不一样。听二婶的，不管林健如何追求你，你都不要接受他，让他早点死心。他的原生家庭不适合你，结婚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还是2个家庭的事，他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不能忽视了。小堂弟接过话来，是那个林大哥吗？他挺好的人，他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但他的原生家庭不适合你姐我。既然不适合，从一开始就不要给他机会。他每次过来，我不是都避开了吗？他没有向我表白，我又不好明着说他。他今天向我表白，我就拒绝了他。小堂弟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下去。他不知道林大哥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只知道林大哥也是开诊所的，几年时间就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房，是4房2厅2卫，面积算大的了，又全款买了一辆30几万的车。林大哥说银行里还存了几十万。在曾小雅堂弟的眼里，林健也很厉害的了，他爸妈干了一辈子才有钱全款买一套房呢，开的车子也就是10万出头的国产车，不像林大哥开30几万的合资车。二叔二婶，我现在无心恋爱，我爸妈打电话给你们，让你们帮忙安排我相亲的话，一律帮我拒了，说我自有打算。曾小雅已经不憧憬爱情。曾二婶叹口气，在忙，还是要考虑人生大事的。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那个人？指的是曾小雅的初恋男友。曾小雅神色平静，怎么可能？都分了那么多年，对于攀高枝的人，我向来不会留恋。她的初恋男友早2年前就结了婚，娶了他领导的女儿，现在应该是情场职场双得意吧。分手后，她没有再去打听对方的近况。很快，曾小雅放下了碗筷，人跟着起身，二叔二婶，我吃饭了，你们慢慢吃。老弟，你等等大姐，等会我大姐送你回学校，我再去医院。行，那我等着大姐送我去学校。曾小雅上3楼去洗澡，她一家4口住在3楼，不过现在3楼只有她一个人在家住的，就是过年都未必能够团聚。10几分钟后，曾小雅再次下楼，这次她挽着一只包，手上拿着车钥匙，对弟弟说道：“走了。”她的车是电瓶车，从曾家诊所到管城中心医院，骑电动车需要15分钟。
他平时都是骑电动车上下班。曾小雅先送小堂弟回学校，才慢悠悠地去医院。20分钟后，他便出院在住院部了。曾医生刚到护士站，还没有回他的诊室换衣服呢，曾小雅就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叫喊声，那是战家八少爷在叫他。战月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曾小雅每天查房时都会和他说说话，对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有了熟悉感。不得不说，战月长得帅，待人温和有礼，连声音都很好听。他是他见过最好看的男人。曾小雅望向战月，脸上露出笑容。他的笑脸看在战月的眼里，甜美而灿烂，还有点可爱。战月手痒痒的，真的很想捏一捏他的圆脸。战先生，你今天要换药，换了药吗？曾小雅问道。战月看着他，应着，换了，上午就换了药。我不知道曾医生上夜班了，还说曾医生怎么不查房的。曾小雅笑道，是要上夜班。战先生的伤好得七七八八的了，想出院的话也是可以办理出院了。还没有完全好，我都不能出院。出院回家，家里长辈就会知道我出过车祸，受过伤。家里的奶奶年事已高，不想让他老人家担心。战月解释自己一直住院不出院的主要原因，连我爸妈都瞒着，只有我的兄弟们知晓，大家都帮我瞒着家里长辈。战月又看着自己依旧缠着纱巾的双手，虽说我的伤好的七七八八了，但用电脑打字或者拿笔写字都还会痛。就算出院了，我短期内也无法恢复工作，只能住到双手的伤完全好了才能出院。曾小雅理解地笑笑，战家有的是钱，战月住到双手完全好再出院也没事。战先生，我先去换衣服，等会儿就要交接工作了。战月微笑的点点头，他看着曾小雅走向他的办公室。他关上了办公室的门，战月就看不到他了，至少见到了他，也和他说了些话。战月心满意足地回病房里去。在两个人交谈时，护士站的护士都看着两人。等战月走后，两名护士小声八卦，我怎么觉得战先生似乎喜欢曾医生的？应该不会吧，战先生在这里住院才多久呀？就是曾医生转到我们医院也就小半年。曾医生很好，可战先生那身份，他应该不会喜欢曾医生吧？差距太大了。不过战先生是真的好帅啊，我结了婚的人了，每次看到战先生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心跳亦会加速。最遗憾的是，我嫁了人，还当了妈，没有机会追求战先生了。另一名护士笑道，又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子。我也是，可惜啊，咱们都是当妈的人了。战先生看曾医生的眼神，我是觉得带着情愫。他刚才在这里等了挺长时间，就是在等国医生来吧。那是战家的少爷，战家的少爷眼光可高了。曾医生又不差，我听说他爸和我们主任是老同学，他一家人都是当医生的，家里条件优越，就是颜值略差一点，那是跟大美人相比略差，跟我们普通人比还是很漂亮。他笑起来很甜，瞧着就是个有福气的。说不定战先生真的喜欢他，他以后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也不一定呢。有病人按响了床头的铃声，两名护士不再八卦，赶紧过去给病人换药液。战月心情愉悦地回到病房里，管家已经切好了一盘水果，见他回来，说道：八少爷，你的饭后果准备好了，等会儿再吃，这么多水果，我们俩也吃不完。我送一篮给曾医生，你把余下的都拿出去分给值班的医生护士们吃了。他这里天天都有人送果篮过来，他也让管家送给大家吃，所以他送一篮水果给曾医生，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除了医护人员，有小孩子的病房，管家也送了些。战月将他亲大哥今天刚送来的那篮最是新鲜的果篮送到了曾小雅那里去。